iPhone 16 Pro 发布到现在已经快2年了，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重新聊一聊这台手机，因为刚发布时的宣传、跑分和参数，其实都只能代表它刚上市的状态，真正用上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知道它到底舒不舒服，哪些真的有用，哪些只是看起来厉害。而我对这台 iPhone 16 Pro 的评价其实非常矛盾，一方面我已经把安卓换成了主力机，用了一段时间后，我觉得安卓在很多方面更适合我，另一方面我又不舍得把这台苹果卖掉，它可能是我心里最好的一代 iPhone， 也是苹果近几年设计最精致、最完整的一代产品，但是它又绝对不是一台让我用的特别舒服的手机。我们先从外观开始说，至少在我个人看来， iPhone 16 Pro 很可能是苹果到现在最好看的一代 Pro，钛金属边框和比较克制的镜头模组，加上干净的背板和统一的设计语言，这台手机看起来非常精致。它不是那种一眼特别夸张、特别吸引眼球的设计，但它属于越看越协调、越用越耐看的类型。尤其是钛金属这一类颜色，看起来不会特别张扬，但质感很稳定，带壳的感觉也好，不带的感觉也好，基本就能保持比较协调的状态。反观 iPhone 17 Pro，我个人有点接受不了。17 Pro 为了散热，采用了铝合金一体的机身。新的机身虽然腾出了更多的空间，对持续性能释放有帮助，但从外观和质感上来说，它远远没有 iPhone 16 Pro 那种的精致感。尤其是带上一些透明的磁吸壳之后，背面的苹果标志、磁吸环和 logo 完全就是对不齐的，看起来也有点难受。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审美，我也不会说铝合金就一定不耐用。因为不同的材料本身就有优缺点，但我确实更介意铝合金留下的划痕、凹槽和掉色的痕迹。所以总的来说， iPhone 17 Pro 更像是一台为了散热、性能和续航重新设计的产品，在工程上更加合理，但是在外观和精致感上，我觉得它没有超过 iPhone 16 Pro， 开了一点点的倒车。但是，虽然 iPhone 16 Pro 是采用钛合金制造的，但这也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它看起来小巧，但拿起来完全也不轻。我当初选择 iPhone 16 Pro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感觉它尺寸比较小，应该更方便单手操作，拿起来也会更加轻松。但是真正使用后，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在此之前，我已经习惯了 6.6 到 6.8英寸左右的安卓，再拿起 iPhone 16 Pro， 虽然明显感觉到它小了一圈，也很窄，但是它的重量接近200克，也就是说，你把一个并不算轻的重量集中进了一个比较小的机身里面，密度变大了。尤其是在单手握持的时候，整个手机的重量很容易压在小拇指上，稍微用长一点，小拇指就会开始酸，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有点疼。所以我后来真正意识到，手机的握持感根本就不能只看屏幕的尺寸，在今后我可能会更加优先考虑 Pro Max 的机型。一句话来说，iPhone 确实精致，但它并不是很轻松，这也是我后来把安卓换成主力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安卓这边，我的感觉就是操作更加干脆，我可以快速滑动、快速返回，连续点击、左右滑动，手指想到哪里，页面基本上就跟到哪里。尤其是现在安卓也有高刷新率，页面切换、连续返回、打开应用，会给人一种很轻快的感觉。iOS 完全就是另外一套逻辑了。苹果非常重视动画的完整性和页面的连续性，它的优点是整个系统看起来更加统一，一个页面怎么进入，弹窗怎么出现，应用怎么缩回页面，相对有一套完整的逻辑动画，但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操作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比较强的粘滞感，你需要等上一个动画差不多播放完成，才能顺利的进行下一步动作。当你连续返回的时候，就会明显感觉到它没有安卓那么快速，那么自由。这就会让整个操作显得慢半拍，尤其是我从安卓切回 iPhone 的时候，这种感觉很明显。安卓想你快，它就能跟着一起快；iOS 则是在告诉你不要急，先看完这个动画再说。谈到系统，自然就离不开 iOS。iOS 26刚推出的时候，我这里的体验确实非常糟糕，动画掉帧、页面延迟、操作不跟手，再加上液态玻璃的效果本身就比较复杂，整个系统像一个没有完全做完的版本。但现在我已经升级到 iOS 26.6之后，我个人感觉舒服了很多，至少日常使用更加稳定了。iOS 26.6是在前几天刚刚发布的更新，苹果也说要为 iOS 27做好准备，但总的来说，它只是回到了一个相对舒适、可以勉强使用的一个状态。而我一直不愿意放弃 iOS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的统一性。
在系统图标、动画、弹窗、键盘、控制中心、相机页面以及大量的第三方软件，都能尽量遵循同一套设计语言。特别是现在越来越多软件开始适配液态玻璃，整个视觉的系统衔接非常的舒服。从桌面进入，再到弹窗的调出、应用的调出，都是同一个系统、同一个世界的感觉。安卓的问题不一定是某一个界面难看，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不同厂商、不同应用和不同组件之间，经常像来自几个完全不同的平台，有的适配好，有的还停留在几年前，有的支持沉浸效果，有的有一条生硬的边界，有的细腻，有的又会反倒非常粗糙的安卓页面。这种割裂感是使用安卓时一直没有办法忽略的问题。所以一句话总结，安卓赢在速度和自由， iOS 赢在统一和秩序。接下来来谈谈相机，这也是我开始双持之后分工最明确的一个部分。平时拍照，我更愿意使用安卓，苹果的照片整体比较克制，色彩、锐化和人物处理也相对保守。你可以说它拍的真实，这没有问题，但真实不一定真的很讨喜，也不一定是我想要的效果。而且现在本来就是计算摄影的年代，安卓旗舰会主动处理天空、肤色、暗部、逆光、长焦等细节，会根据场景自适应。虽然这不一定能完全完美的还原现实世界，但很多时候它确实是我更想发到社交媒体上的一个效果。因此我并不排斥算法，只要算法最后能给我们更加好看、更加方便使用，我就愿意去接受它。苹果可以很真实，但安卓拍出来的时候可能是大部分人真正想要的样子。不过一旦切换到录像，情况就完全反过来了。在我个人使用过的手机里面， iPhone 的视频依然是让我最放心的。我甚至感觉在手机录像这一项，苹果依然明显领先安卓。它不一定每一个参数都是绝对第一，但它的画面稳定性、曝光过度、色彩一致、收音效果以及不同镜头切换的非线性动画效果组合起来非常可靠。安卓手机有时候会单独看某一个镜头，画面很惊艳，但开始移动切换焦段的时候，可能还是出现一些比较抽象的变化。而 iPhone 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拿起来打开录像，按下按钮，它大概率就可以给我一段可以直接使用的高品质的素材。同时这也包括它的前置摄像头、麦克风和扬声器，都是我彻底难以离开它的原因。尤其是前置摄像头，很多安卓旗舰后面的摄像头越做越强，但一旦切换到前面，整个画质、肤色和稳定性都会显著下降。所以我现在的分工非常简单，安卓拍照，苹果录像。安卓可以把照片拍得讨喜，苹果可以把视频开得更加稳定和清晰。双持既然已经不可避免，那我就让两个手机发挥各自的价值，而不是让一台手机承担所有的功能。说到相机，还得提一下 iPhone 16 Pro 的相机控制。苹果刚发布的时候设计了很多功能，你可以按下、轻按、滑动、切换变焦、曝光、其他参数，但长期使用之后非常简单，我只会让它启动相机和按下拍照，其他的功能我完全不用。原因也很直接，这么小一块触控板上滑动调节，效率真的很糟糕，也没有手势操控那么直观。所以相机控制不是完全没用，它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快速启动相机的快捷键，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功能了。然后再来说说性能和内存。iPhone 16 Pro 的处理器性能到现在依然完全不需要担心。A18 Pro 用来运行日常游戏、日常应用、相机、视频剪辑，完全没有性能不足。真正不舒服的反而是它只有 8GB 的运行内存。普通使用的时候，你可能不会觉得 8GB 有什么，但有的时候你只要打开相机录一段视频、拍一个照，或者同时运行3、4个比较重的应用，后台很容易被清空，尤其是微信。我经常动不动就看到微信的地球重启动画，特别是在相机切换之后。因此，你必须接受一个现实：苹果的动画再优雅，后台被杀掉之后，该重载还是重载。与此同时 ，iPhone 16 Pro 本身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兼容机型，但是8GB 的运行内存又不支持本地的 AI， 所以 iPhone 17 Pro 升级到12G 运行内存，对我来说也是有它吸引的地方。不只是后台保活，也是在 AI 时代理论上会更加从容一些。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版本的 Apple 设备仍然无法使用 Apple Intelligence，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个比较积极的进展， Apple Intelligence 相关服务已经完成了国内的监管注册，至少苹果是真正的在推动它的进步的。我们期待在 iOS 27上面，希望它尽快上线。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电池。
我这台 iPhone 16 Pro 不是首发买的，我是在今年2月份买的二手机，当时电池健康还是100%，现在已经骤然降低到了94%左右。很多人看到电池健康度下降就会非常的焦虑，充电充多少，手机不能太热，不能边充边用，晚上不能一直插着电，感觉每天都要把手机当成贡品一样供起来。但我个人觉得这完全没有必要。首先，电池本身就是消耗品，如果没有异常暴跌、鼓包、意外关机和严重情况，正常使用就可以了。手机本来就是服务我们的，不是让我们每天盯着它的健康看的。为了延缓那几个百分点的衰减，反而让自己每天手机使用都很紧张，我觉得完全就是本末倒置。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iPhone 16 Pro 的续航，我只能评价为比较差。虽然现在看起来有90%多的健康，但正常拿出去使用一天，不玩游戏，主要就是微信、拍照、导航和一些日常应用，亮屏时间可能就3个小时左右，还不一定是在特别高的强度下。因此，每天2充甚至每天3充都是比较日常的一个准备了。我想这也是小尺寸的苹果 Pro 机型很难绕开的一个问题。对于这台 iPhone 16 Pro 来说，它既要塞入高性能处理器、高刷新屏幕和复杂的相机，电池空间和3人空间又不能特别宽裕。其实我已经不相信小屏既有小巧，续航又特别强的幻想了。物理限制就是物理限制。除了续航， iPhone 16 Pro 在夏天的发热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在户外拍视频、导航、开满亮度使用的时候，机身特别容易升高。我拿它出去连续录像的时候，很快就会弹出一个过热警告。在此之前，我大概只拍摄了10分钟左右的 4K 60帧视频，而且虽然苹果宣传它的屏幕亮度非常高，但是在拉满的情况下，户外阳光下撑不到1分钟，基本上就会降亮度了，然后到一个基本看不清的画面，这也是比较糟糕的一个体验。当然了，大家平时在高温下录像、导航或者高负载的场景几乎不会太多，除非你是一些户外的从业者。不过我想说的是，不止苹果这样，安卓也是这样。大家不能突破物理限制，区别只是在于不同的手机散热结构、调度和机身尺寸不同，这些只是出的早一点和晚一点的问题。谈到电池，现在安卓机的锁容情况好像比较多，但苹果在这一方面给我的信任就会强一些。它至少没有媒体机特调，没有大容量的锁容，也没有特殊优化，它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所以咱们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在夏天使用 iPhone 进行大量户外拍摄的人，一定要对发热、亮度下降和性能限制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这些都是经常容易快速发生的。再来聊一聊信号和充电吧。信号我评价为一般，在我使用的环境里面，它和我现在用的安卓没有特别夸张的差距。在正常的城市区域、地铁、商场和室内环境，完全就是没有区别的一个感觉。偶尔信号不稳定的时候，安卓也不一定完全就是很稳定，所以我觉得它谈不上喜，也谈不上优。充电速度也是一样的。很多人觉得苹果充电慢，但对于我来说，它跟我平时用的安卓机在实际生活中的差距完全没有那么大。你别看安卓一个个宣传100多瓦，其实就那峰值几秒钟，主要是到了后面80%左右，苹果的涓流充电确实会明显慢下来。但是说实话，这也是为了保护电池健康所准备的。而且我每天晚上都有睡觉充电的习惯，手机放在那里，第二天起来就是满电，所以它对于我到底来说1小时充满，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对我生活影响并不大。如果你需要的是每天临时迅速充电10分钟或者20分钟快速回血，那安卓的充电功率大，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除了以上之外，苹果还有一些很难直接写进参数里的优势，比如扬声器。我个人认为 iPhone 16 Pro 的外放音质特别优质，声音的厚度、左右的平衡以及横屏观看时间的空间感都会明显好过我的所有的安卓机，包括它的震动、麦克风、前置和配件生态。那些单独拿出来可能不算决定性的优势，但组合在一起就是一套完整的体验。这些细节也是我无法一直离开苹果的原因。我喜欢苹果，也不一定是喜欢这部 iPhone 16 Pro， 还有 Apple Store 的服务体验。至少我去过的直营店，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比较友好，不会一上来就给你推销。我觉得这也是苹果所谓人文体验的一部分。它并不只是某一个产品有多强，而是从包装设计、环境到售后，都会让用户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这也是苹果的服务很难出现问题的情况，也代表着它的维修和价格不会便宜。但在消费电子面前，苹果确实比较擅长营造一种完整、稳定和相对有秩序的体验。最后再来谈谈价格吧。
我看到现在 iPhone 16 Pro 二手的行情128G 已经到了4000在5000的这个价位区间。虽然会根据容量、成色、版本、保修有一些区别，但我觉得没必要说太死。整体来说，苹果还是比较保值的。虽然说前几天也出现过3000块钱买 iPhone 16 Pro 的原因，但我觉得那还是少数人的狂欢吧。所谓保值，并不是它完全不会降价，任何电子产品都会贬值。真正的保值是它的市场认知比较统一，价格比较透明，需要卖掉的时候容易找到买家。那么以上大概15分钟就是我使用 iPhone 16 Pro 一段时间之后最真实的感受。它不是我用过最舒服的手机，却可能是我最舍不得卖掉的手机之一。虽然我已经把安卓当成主力机，但因为安卓更加快速、更加自由，也更符合我的拍照需求嘛。但我依然会选择留下这部 iPhone，因为它统一的系统性、视频能力、扬声器、前置摄像头和整体质感依旧不能被完美的替代。安卓让我觉得手机是一件高效的工具，苹果则让我觉得手机也可能是一套相对完整的作品。所以双持并不代表着摇摆不定。安卓拍照，苹果录像；安卓效率，苹果统一。两台手机各自解决了对方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可能才是留下了它们真正的意义。